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过去我给大家详细聊过减肥神药司美格鲁肽的前世今生啊。实际上那个视频也是我自己可以说是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当时这个司美格鲁肽在国内刚刚发酵，那么从好莱坞的明星到普通人，似乎人人都在谈论这个能让人快速瘦身的减肥药丸啊。但是前不久在一项权威医学期刊叫 JAMA 眼科学上这个研究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长期使用这类药物可能会让眼睛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来了解一下这个备受争议的药物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要理解这个 GLP-1 这个受体激动剂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人体内的一个重要激素，就 GLP-1 全称叫什么呢？叫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那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但它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当我们吃饭的时候，肠道就会分泌 GLP-1，告诉胰腺该分泌胰岛素了，同时呢还会告诉大脑我们饱了，别吃了我们可以把 GLP-1 想象成身体内的一个饱腹感的信使。正常情况下，我们吃完饭之后这个信使就会很快的被身体分解掉，大概只能存活几分钟。但是科学家们想如果我们能让这个信使长寿一点，是吧？是不是就能帮助糖尿病患者更好的控制血糖呢？同时呢，还能帮助肥胖的人减肥。于是GLP-1 这个受体激动剂就诞生了这类药物最初就是为了治疗二型糖尿病而开发的。那它的工作原理就很巧妙，模拟天然的 GLP-1 的作用，但能够呢在体内存活更长的时间，有的甚至可以维持1周的效果。司美格鲁肽就是这一类药物中的明星。它在2017年首次获得了 FDA 的批准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但是医生们很快就发现使用这种药物的患者呢，不仅是血糖控制得更好，体重也显著下降了。于是在2021年高剂量的司美格鲁肽呢就以Wegovy 这种商品的这个名字就获批了那么用于减肥治疗临床实验显示呢，使用 Wegovy 患者呢平均可以减重15%到20%的体重。你想象一下，一个100公斤的人可以减掉15到20公斤，这个效果确实是令人震撼的那更令人兴奋的是GLP-1 受体激动剂还展现出了其他的健康益处。大规模的临床实验证实它们能够呢显著的降低心血管病的疾病风险，而且呢包括心脏病发作和中风。另外可以改善肾脏功能，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这个进展可能对大脑健康有益一些研究还正在探索呢他们在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中的治疗潜力正是因为有这些多重的益处GLP-1 受体激动剂呢被誉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医学突破之一，神药但是呢，就在人们为这个神奇的药物欢呼的时候呢，眼科医生们注意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则在2016年的 SUSTAIN-6 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就发现一个让他们困惑的现象就是使用司美格鲁肽的糖尿病患者出现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并发症的比例竟然比使用安慰剂的患者更高。这个发现就让医学界感到意外，因为按理说呢，更好的血糖控制是吧，应该会保护眼睛才对。随后的 Pioneer-6 的实验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这就让研究人员开始怀疑 GLP-1 受体激动剂它是否会对眼睛造成我们还不了解的影响呢？那在深入的研究这个视网膜病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眼睛的结构特别是视网膜和黄斑区我们把眼睛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相机，咔吧，视网膜呢就是相机的底片，负责呢接收光线并把它转化为神经信号，然后传递给大脑。
而黄斑区啊，则是视网膜上最重要的部分。你就像相机底片里边那个中心区域，负责我们的中心视力和这种精细的视觉。那么年龄相关的黄斑变性啊，叫 AMD 啊，它是导致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这种疾病啊，它分为2种类型。第一个叫干性 AMD， 占所有 AMD 病例的85%到90%。那虽然这个它的特点啊，就是黄斑区逐渐的出现沉积物，导致视力缓慢下降，就像这个老房子墙壁啊慢慢剥落一样。另外就是湿性的 AMD 啊，也叫新生血管性 AMD（NAMD） 啊。虽然只占10%到15%啊，但这个是最危险的类型啊。它的特点呢是导致黄斑区啊长出异常的新血管，这些血管很脆弱，就容易破裂出血，导致突然的严重的视力丧失。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花园里边突然长出了一些杂草，而这些杂草的根系很浅，一碰就断，断了就会流血，那就会就像这个新生的血管性 AMD 这样的，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2024年啊，多大啊，就是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啊，就在 JAMA 眼科学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那这个研究啊，它的规模还是让我们感到印象很深刻的。研究人员呢就分析了加拿大安省，就安大略省2020到2023年期间139002名66岁以上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数据。其中啊46334人使用了 GLP-1 受体激动剂，至少6个月啊，其余92668人没有使用记录。那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关于 GLP-1 受体激动剂和新生血管性 AMD 关系的这个研究。那研究的结果呀，还是令人震惊的。那使用 GLP-1 的这个受体激动剂的糖尿病患者啊，他的新生血管性 AMD 的风险是未使用者的2.21倍。那我们啊，用更直观的这个数字来理解这事，就在1年中的随访期间啊，使用 GLP-1 药物的患者中有0.2%发生了新生血管性 AMD， 而未使用的患者呢，只有0.1%。那这个绝对数字看起来虽然小是吧？但是啊，它的相对风险啊增加是显著的。那更重要的是呢，研究发现了一个让我们担忧的这个趋势，就是使用时间越长，风险越高。使用30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患者呀，风险比例竟然达到了3.62倍，这就意味着长期使用者的风险啊，比不使用者高出近3倍了。那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啊，不仅在于数字本身，那么而在于它揭示了几个关键问题，就是时间依赖性，风险啊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这就强烈的暗示了因果关系的存在。第二个呢是生物学合理性，所以这个发现和之前的这个 SUSTAIN-6 和 Pioneer-6 实验中的这个视网膜并发症是一致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第三个呢就是真实世界的数据啊，与严格控制的临床实验不同啊，这项研究呢基于真实世界的使用情况，散养的啊，不是在病床里边，所以更能反映实际的安全问题。所以科学家们也有很困惑，就是为什么一个主要用于肠道和胰腺的药物，会影响到眼睛呢？目前啊，确切的机制还不清楚啊，但是研究人员呢提出了几个可能的解释。第一，就是血糖快速下降的这种反弹效应。有些专家就认为啊 ，GLP-1 的受体激动剂可能会导致血糖下降过快。虽然这个听起来是好事，但是对于一些长期高血糖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呀，血糖的快速下降可能会是已经受损的视网膜血管呢造成额外的压力，就像一个习惯了高水压的水管突然遇到低水压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样。第二个是血管系统的这种复杂反应。GLP-1 的这个受体激动剂啊，它在改善大血管啊，就是比如说心脏和大脑血管这个健康同时啊，可能会对眼部的微血管产生不同的影响。眼部血管是非常细小而且敏感的，就可能啊对这些变化有不同的反应。那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炎症反应调节。一些研究表明呢 ，GLP-1 受体激动剂啊，可能会影响体内的炎症反应。虽然总体上它们有抗炎作用，但是啊，在特定条件下，它们会在眼部引起不同的这种炎症反应的模式。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使用 GLP-1 受体激动剂的人都会出现眼部问题啊。这就提示我们啊，可能存在某些个体因素，使得一些人更容易受到影响。所以问题来了，我们如何平衡风险和收益呢？是吧？所以我们需要明确几个重要的点啊，就第一个，绝对风险还是很低的啊。那虽然这个相对风险啊，增加了近1倍多，是吧？但是这个新生血管型 AMD 的绝对发病率啊，还是仍然很低的。即使在这些高风险的人群中啊，发病率也只有0.2%啊。第二个呢，就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的益处是确实的啊，就是这类药物啊，在心血管保护啊、减肥、血糖控制方面，益处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证实的啊。对许多患者来说，这些益处可能远远超过了眼部的风险。第三个呀，就是个体化评估也是非常重要，就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同啊，年龄、基础疾病、家族史、生活方式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在内啊。所以啊，如果你正在使用或考虑使用 GLP-1 的这个受体激动剂，那么下边一些建议啊，可能对你有所帮助。第一个呢，就是要与医生充分的沟通啊，告诉医生你的担忧啊，那么讨论你的个人风险因素，不要因为恐惧就擅自停药，是吧？也不要忽视这种潜在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定期进行眼科检查。如果你正在长期使用这种药物，要考虑增加眼科检查的频率。早期发现眼部问题是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的。第三个注意眼部症状如果你出现视力模糊、视野缺损、看东西变形或者看到闪光这些症状就得赶紧就医啊。还有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良好的这个血糖控制规律运动、健康饮食、不吸烟，这些都有助于保护眼部的健康。你看我这样天天熬夜的，对眼睛就不好啊。那当然，对于医生来说这个研究也提醒大夫们就是要加强患者教育，向患者呢解释潜在的眼部风险，帮助他们理解定期眼科检查的这个重要性。第二个就是对于眼部有疾病风险的患者要更加谨慎地评估药物的风险收益比。第三个就是要多学科合作比如说内分泌科、心血管科和眼科医生之间要合作的更加重要了。那么除了这么一个神药，又说它这么大的副作用，那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到底在哪里呢？是吧？虽然这项规模的研究是很大的我们看到了10几万个参与者，但实际上呢，要了解它的局限性就观察性的研究都是有一些固有局限的，是吧？比如说，这是一项回顾性的队列研究虽然研究人员也在尽力控制各种的混杂因素，但是它仍然没有法完全排除呢其他未知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了关联，但是不能100%的确定因果关系。第二个呢，就是缺乏机制的解释，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联，没有明确的这种生物学机制，很难预测哪些人风险更高，是吧？如何预防这种风险？再一个呢，就是需要更多的实验验证，就科学的这种严谨性要求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的研究来验证这个发现。一项研究你规模就是更大，也不足以改变整个医疗实践。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多大的这个论文还是给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就是说，需要设计专门的这种前瞻性的临床试验，主动追踪GLP-1 受体激动剂它的患者的眼部健康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机制的研究需要在实验室和动物模型中深入研究 GLP-1 受体激动剂对于眼部血管的这个影响机制。第三个就是风险的分层研究，需要识别哪些患者风险更高开发个体化的这种风险评估工具，这样用药的时候就方便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药物安全性的这个复杂性，就这个案例就很好的给我们解释了药物安全评估的这种复杂性。即使是经过严格临床实验的审批的药物在真实世界广泛使用之后我们还仍然会发现新的安全性问题。但这个不是说药物审批系统 FDA 就有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呢，这种临床实验通常一般涉及到几千几万名患者，而罕见的副作用可能需要更大的样本和更长的观察时间才能发现。你比如说
二甲双胍。为什么我都敢吃呢？虽然我血糖不高，因为每天有10几亿粒、几十亿粒进入我们的肚子，它的所有的副作用都一清二白，就是胃肠道反应。你只要没有胃肠道反应，你就可以吃，是吧？所以药物监管啊，它是一个就是药物安全评估，它不是一次性的啊，需要在整个过程中持续的监测和评估。比如我过去吃二甲双胍的时候呢，就还吃了二氢胡皮素。二氢胡皮素呢，它是扩血管降血压的，我在吃这个降血糖的，那我就有点支撑不住了。那我这俩人吃一样应该没问题。所以在现在啊，就 AI 时代、信息时代，医学研究呢很容易被夸大和曲解。需要我们学会呢，就是批判性思考，不要被标题党吓倒，也不能完全忽视科学的证据，是吧？第二个呢，要寻求专业的意见。当你面临这个临床医疗决策的时候呢，最好的信息呢是你的医生，而不是网络文章或者社交媒体。当然 AI 啊，主流的 AI， 我觉得可以做个靠谱参考啊。再一个就是要学会分相对风险和绝对风险，理解概率的意义，是吧？GLP-1受体激动剂啊，是代表了我们说啊，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进步啊。它给糖尿病患者啊带来了更好的这种血糖控制，也给这个肥胖病患者啊，提供了有效的这种减重方案，还能减少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啊，最新研究啊，确实是在提醒我们的呢，就是即使是神奇的药物神药，也应该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所以这个发现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这些药物，而是提醒我们啊，要更加全面和谨慎地评估这个药物的风险收益比啊。医学呢是一门不断进步的科学啊，每一项研究啊都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那作为患者啊，我们还是需要和医生合作啊，基于最新的科研数据、证据和个人情况，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那么记住啊，最好的医学决策呢，它不是基于恐惧或者盲目乐观，是吧？而是基于科学证据、专业建议和个人的情况综合考虑。那最后啊，如果您正在使用 GLP 受体激动剂，也不要慌啊，但也不能完全这个忽视啊。如果还是要和医生啊讨论这项新的研究，制定适合你的这个监测和治疗计划。科学的进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更安全、更健康，不是让我们生活在恐惧中，对吧？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